据悉，江念一小姐荣获本年度金龙奖影后，她的祖父母因赶往颁奖典礼后的庆功宴途中遭遇车祸，2位老人当场死亡。快，赶紧的！赶快用力按，继续，呼吸心跳都停止了，赶快按。爷爷、奶奶、爷爷来陪你们了。若有下辈子，一定会好好的陪伴在你们身边。爸爸，姐姐她为了和我抢那个角色，想要推我下楼，还好我机灵，否则你和妈妈都看不到我了。爷爷，你怎么样？姐妹俩闹成这样，像是怎么回事？念一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导演看中的是你妹妹，我没死，这是什么地方？江念一，你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从小到大，我江家有哪一点亏待过你？就算让你把角色让给他，又能怎么样？念一，你爸爸跟你说话呢，你江念一，江叔，难道我穿书成了真假千金碗里被嫌弃的假千金？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爸爸妈妈已经疼了你这么多年，我只不过是希望他们多疼疼我罢了。这个角色是导演定的，你就算再生气，你也不能推我下楼啊！推你？江总、江夫人，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脑子坏了呀？如果是我推的他，那为什么他江叔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反而是我浑身的伤？姐姐，要不是我当时机灵，我躲开了。念一，你就不能让舒儿吗？你知道他这么多年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哎，打住啊，江夫人，打住！你叫我什么？姐姐，就算爸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可这些年一直都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哎呀，够了啊！江总、江夫人，我怎么不知道咱们江家这么多佣人，走廊上面一个监控都没有啊？所以你们认定了是我害了你们的亲生女儿是吗？在你们认定我害人之前，先好好检查一下你们亲生女儿身上有没有伤痕，而且在她回来之后，你们让我让出角色，让我让出房间，让我让出奖项，让我让出未婚夫，这就是把我当亲生女儿呀！放肆！江念一，看来是我们太宠你了。爷爷的讯息，就是每当我想起你，留在原地，未曾远行，同样的雨。这位姑娘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哎呀，不哭了啊！爷爷，你不要不管依依，依依以后都陪着你，你不要再离开依依了。那人是谁呀？念一怎么会跟他在一起？爸爸，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小艺人喜欢找老头子。哦，姐姐她不会。什么？念一，他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既然他这么不要脸，那就让他滚回乡下去，省得给江家丢人。小姑娘，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爷爷，不好意思，您和我爷爷长得太像了，他刚刚去世，真的不好意思。你爷爷，他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么难过。啊，好孩子，不哭啊！
没什么。爷爷，我能不能加你个联系方式？我以后住院的话，我能经常陪陪你。好啊。我看你啊，身上还有伤，好好休息，日后啊，咱再见面啊。江念一，你要不要脸？跟一个老头勾勾搭搭！姐姐，你要是没钱，可以找爸爸妈妈要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这个样子，还让我们在江家在外面怎么做人啊？念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说完了没？说完了就滚，我要休息了。姐姐，你也滚。念一，妈妈知道你不舒服，那你先休息吧，我们回头再来看你。他不是最在意爸爸妈妈了吗？这样也好，赶紧滚出江家，江家的一切就该都属于我了。我记得江叔认完亲之后，原主就开始被他的父母唾弃。后来江家遭难，险些破产，江父竟然将原主送到供应商的床上。后来原主居然活生生被50岁的残疾老人折磨致死。不行，一定要断气。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又让我遇到了爷爷，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好好陪着他。小姑娘3缺1，要不过来陪爷爷们打打麻将啊？到你出牌了。别催了，老头子。南风，哎，奶奶，哎，糊了，糊了，糊了！那，哇，哎呀，一呀，你又输了。姑娘，会打牌吗？这1、2、3是一副牌，你怎么拆开打了？哈哈哈！姨呀，你又给你蓝奶奶喂牌啊？我不管，我跟蓝奶奶就是一伙。对，咱们俩就是一伙的，不理你爷爷那个老家伙。哎呀，哎呀，蓝老啊，你这孙女儿不错呀。现在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看咱们老年人啊？哎，可惜呀，这孩子再过几天就该出院了。姨爷，你今天是该出院了吧？是啊，不过呢，我以后会经常看您和蓝奶奶的。一呀，你出院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不当演员了，我之前的角色被人抢了，我感觉当演员可能还是不太适合我。角色被人抢了？说来话长，做演员有什么好的呀？我现在能够经常看到您和蓝爷爷，不好吗？好，姨好，你这么能干，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跟你在一起呀，天天都感觉到年轻了好几十岁。哎，可不就是啊。我们家那几个臭小子呀，整天都说在忙，也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这说起来呀，有好几个月都没见他们了。什么？那平时就只有您和蓝爷爷在家吗？对呀，就我跟你蓝爷爷呀，看到你在我们身边呀，热闹。蓝爷爷、蓝奶奶，正好我最近也没有什么工作，能不能去你们家照顾你们啊？哎，好啊。你什么人？爷爷奶奶，最近有不少骗子专门骗这些年纪大的，你们可千万不要随便把陌生人带回家。您就是蓝爷爷的孙子吧？你怎么可以一个人把他们留在家里呢？你放心，我1分钱都不会要的。你好啊，你就回去收拾收拾，晚上啊，我叫兰州去接你。爷爷，好啊，蓝爷爷，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去办退院手续啊，快去快回。爷爷，这丫头什么来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随便把人留在身边？我看那姨丫头啊，不是坏人。对呀，好吧，既然你们想把她留着，那她要通过我的考验。考验？有意思。不过我敢跟你打赌，
依依她一定能通过你的考验。是的，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是，真是。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你看看你穿的什么样子，赶紧上楼去换个衣服。是啊，念一，今天是你妹妹和玉东的订婚仪式，你上楼去换件衣服。他的订婚仪式跟我有什么关系？哎，你这孩子！亲家母，念一这孩子让我们给惯坏了。无妨，我看他就是故意破坏我和叔叔的订婚仪式。江念仪，叔叔是你妹妹，就算你对我存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也不能破坏我们的订婚仪式。是啊，姐姐，我知道婚约是你和玉东哥哥的，可是我才是江家的亲生女。就这种货色，应该也就只有你们江家能看得上了吧？江念一，别太过分！老江，这就是你的好女儿。江念一，哎，你怎么说话呢？马上给玉东和舒儿道歉，否则你就给我从江家滚出去！不用你们让我滚，我拿完东西自己会走。走！哎呀！江念一，我看从小到大把你给惯坏了。你身上穿的衣服，你身上戴的首饰，哪一个不是我们江家的？你这个没有本事的米虫！我看你离了江家怎么活？念一，快跟爸爸道歉！你是要气死你爸吗？姐姐，你快跟玉东哥哥道歉吧！你离开了江家，还能去哪儿啊？怎么，江念一，就因为你之前纠缠我没有回应，你就要诋毁我？不劳你费心，我。江念一，爷爷让我带你回家。既然你们江家不留我，那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走。江念一，你居然和这种货色混在一起，这破车，就算你再堕落，也不至于找个穷奶吧？念一，你怎么能和这种人在一起呢？1000一个包都比他这车贵啊！姐姐，你可别被人骗了，你真的要跟他走啊？那他也比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势利眼还上100倍。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到底不是江家的种，从根上烂透了。断了江念一的钱，我倒要看看他跟这个穷小子怎么混。如你所见，我们家条件并不好。蓝爷爷、老奶奶就住这儿啊？就住这儿。走吧。各位单位注意，少爷回来了，保持人设，不要被发现。哎呀，阿周这也是啊，即便是想考验那丫头，总不至于折腾咱们吧？我也想看看江家那种嫌贫爱富，他这念一是不是也嫌弃咱们？哎呦，念一丫头来了！来，快坐，来呀，快坐，快坐，快坐！快坐！蓝爷爷、蓝奶奶，丫头你坐啊，我去给你倒点水啊！去。哎，看，你看。爷爷，那个江念一什么身份背景你们也没调查清楚，那万一就是为了钱呢？对不对？
像这种三流乡野，他最会骗人，你们不要被他骗了。我是老了，但我不糊涂。念一不是那样的人。爷爷，您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吗？他就是那个被江家抱错的假千金。江家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最势利了，你都不知道刚才有。哎呀，依依不是那样的人。爷爷，哎，我都听你的了，跟你奶奶都搬到这儿了。我都说了，依依她不是那样的人。好吧，那就先这样。就1个月，如果他江念一一旦暴露本性，我立马给他送回去。好了好了，我看依依呀，比你这个亲孙子都孝顺。丫头，渴了吧？来来，喝点水。来。蓝爷爷、蓝奶奶，你们平时就住在这儿吗？房子啊，就这么大点地方，平时儿孙们他们都忙，忙点好。爷爷刚刚变狱出院，他家里人甚至为了赚钱，连回家都没有空。不行，不能让老人自己在家。依依丫头，你看看家里边这个情况，就这样。你看，我1个月给你3、给你3000啊，3000块钱是少了一点啊。爷爷，您刚出院，大病才刚刚痊愈，肯定需要人照顾。我刚好也和家里闹翻了，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您给我一个买菜钱就可以了。爷爷给的钱啊，你得要收着。你来我们家做工，怎么能我们不给钱呢？可是我……好了，就这样定了啊。算了，我把钱先收着，等他们有需要我再补贴回去就是。依依呀，你的工作呢，就是陪着我们说说话，逛逛街，看看电视，就这些。职务是契约孙女，还是全职？爷爷生了一场病，他肯定还没躺过休息。这么早，他们肯定也没起床，我得给他们做菜去。哟，你就是兰家的孙女吗？你这是要干嘛去？啊，您是王叔吧？我想去买点菜，给爷爷奶奶做点好吃的。那你快去吧，孩子。各单位注意，目标人物已离开，行动。老爷，夫人，老爷，夫人，今天准备的是佛卡夏可班尼克蛋、鲟鱼子酱、左金枪鱼黑松露三明治、金丝斩燕窝，还有佛跳墙。好了，这个不要了，端下去吧。
管家，你们赶紧下去吧啊！念一那丫头一会儿买菜就回来了，看见你们啊，又该多谢了。好的，老爷夫人。哎呦，王叔啊，您现在是要出去啊？我家里人口多，我再去买点菜。那我就先上楼了。好哎，对了，哎呀，好。超市里面有土鸡蛋打折，你可以去看看。哎，好，我再去看看，再去看看啊。哎，这都什么事儿啊？这小姑娘要是知道她吃的金丝燕窝盏够她吃一辈子鸡蛋呢，也不知道会不会埋怨老爷和夫人。老头子，咱们真的要这么骗依依丫头1个月？那没办法，你已经答应兰州了，而且我也想看看那丫头到底能坚持多久。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咦，快来，快过来吃饭！依依丫头啊，来尝尝早餐，尝尝这早餐合你的胃口不？爷爷奶奶，我跟你们说，今天那边卖的菜可新鲜了。爷爷你身体不好，以后要多吃点新鲜蔬菜。尝尝啊！奶奶，您的手艺也太好了吧！这一丝丝的，是燕窝？哎呦，这是什么燕窝不燕窝的呀？那是奶奶眼神不好，兴许是掉进去粉条了。哎呦，这人老了哟，真是呀，这没有奶奶，可好喝了，你看。奶奶，你们先继续吃，我先把菜放冰箱里。哎呀，告诉管家，明天不能用这上等的材料了。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吗？你看这。老头子，这床垫也太硬了着。这可不是嘛，我睡得我腰疼。哎，你瞧瞧，你那丫头睡了没有？怎么像我这睡呢？在这儿住1个月，我这老胳膊老腿都要散架了。行，我去看看去。爷爷，你在干嘛呢？我怕你认床，对，我怕你认床睡不好觉。爷爷，我睡得挺好的呀。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没有，不用。哎，你先睡觉啊。哦，好，爷爷，那我就去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哎，好。怎么样了？丫头睡了，咱们赶快走。哎呀，走，快！老爷夫人，你们回来了，在别墅那边休息的可好啊？哎呦，快拦住那丫头！现在才4点半，我这次一定要早早的做好早餐，给爷爷奶奶吃。哎，王叔。哎，丫头，你这么早你要去干嘛去啊？哦，我寻思早点买点水果，买点早餐给爷爷奶奶赶上伙食呢。哎呦，快走！江家难道找到这里了？真是结婚无死。哦，
丫头，那天那个鸡蛋好像还不错，那个。哎，这位小姐，你找谁呀？啊，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人了。没事吧？老头子，咱们林老啊，还当了一回地下党，那还不是我机智啊，不然早就暴露了。赶快回去吧，再不上楼呀，真是暴露了。哎，喂，等一下，这个地方装修这么好，一定很贵，得好几顿饭钱了吧？你疯了吗？这么一件衣服才5万块钱，我不买了，咱们赶紧走吧。省这钱还不如多给奶奶买些好东西呢。嗯，奶奶让我带你来买东西，那也不能买这么贵的呀。你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啊？还是省着点花。实在不行，我就回趟江家，他们总不能连衣服都不让我拿吧？这位小姐，蓝先生跟我们老板是朋友，老板特地交代过了，只要蓝先生过来，所有东西都按吊牌价的1折出售。1折？您刚才看的这件衣服，折后只要500块。500？这奢侈品果然暴利啊！依依，你自己先选一选，我接个电话。嗯。那个，你先忙吧，我自己看看。好。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江念一，你要不要脸？居然跟踪我们到这儿来！我是来买衣服的。买衣服？就那个开大众的穷小子，你们也配在这儿买衣服？姐姐，这家店可是国内顶奢定制的，他一个开大众的，怎么可能买得起？江念一，离开了江沈两家，你还算个什么东西？这些天啊，我看你也没什么通告，到最后还不是要来求我？念一啊，赶快给你爸爸赔个不是，这一家人能有多大的仇啊？以后啊，可不许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了。我告诉你，蓝先生是我雇主的孙子，是他带我来买衣服，我跟他没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关系。雇主？念一啊，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工作？陪老人逛街吃饭。啊？姐姐，你年纪轻轻的，难道是给老头当保姆了？江念一，我江家辛辛苦苦养了你20年，你居然去给别人当保姆！你要是敢去慈善晚宴上丢人，以后休想拿到江家1分钱！是啊，念一，你怎么能去给人当保姆呢？你这不是把我们江家的脸都给丢尽了吗？够了！江念一在我们家不是保姆。江先生，当年也不是我和你女儿互换的身份，我也是受害者。既然您的亲生女儿回来了，那我离开江家也没有什么问题。
逆女，居然和江家断绝关系！我江念一，走不走？你还要跟他们搁浅什么？这位先生，我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愿意给你出5万块钱，立马开除他。我们江家也不是小门小户，不能让那个养女在外面丢人。江先生，江念一有你这种势力的影子，真是不易。你别让我查到你是什么人，让你在京海混不下去。好啊。喂，爷爷，你不是一直要给江念一办认亲呀？我同意了，以后江念一就是您唯一的儿子。你也不知道哪家的千金啊，得了蓝家的青睐，竟然让蓝老爷子认成干孙女了。哼！叔儿啊，一会儿见了蓝老爷子，嘴巴放甜一点。他今天能认这个孙女，保不准以后能认别的孙女了。真的？是啊，叔儿，只要你攀上了蓝家，以后啊，咱们江沈两家的生意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要是姐姐在就好了。别给我提那个孽障，他既然那么愿意伺候人，我就把他送给老王。老王都50多岁了，还是个瘸子，你怎么能把念一送给他呢？老王早就喜欢江念一这个贱种，江念一又那么喜欢伺候人，那我就把江念一迷晕，送到老王的床上，到时候老王能给我们的货物便宜3成。这个逆女愿意伺候人，是时候给我们江家好好效力了。哎，老江，这位是？哎呀，哈哈，这位呢是我的女儿江舒，舒儿啊，叫周总。周总好。你好，老江啊，你这女儿长这么漂亮，这位就是刚认回来那个亲女儿是吧？那念一呢？姐姐她去别人家做保姆了，爸爸妈妈为了这件事已经劝了好多次了。保姆？老江，就算这念一和你们江家没有血脉，你也不能。周总啊，你还不知道吧？这个逆女啊，都怪我们给宠坏了。现在好好的演员不做，居然去伺候一个老头。本来还想着养了这么多年再劝一劝，可谁知道人家现在连家都不回了。周总，您不知道，那个臭丫头本来就不是江家的血脉，她的亲生父母就是乡下的泥腿子，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要不是江家心善，老江啊，那倒也是难为你们家了。要我说啊，干脆给她送回去算了。哇，快看，兰州，兰少爷，那是江烈一。好。你先在这里熟悉熟悉宴会，我去接爷爷奶奶。这是谁家的千金啊？居然这么大来头！这 H 下的高定可不是寻常人能穿得起的。这件礼服光定做就要3个月，也就是兰家有这能耐，1个月就把礼服拿到了，一定加了不少钱。前几天我去了 H 家，听说兰家定做了一款80万的高定礼服，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该不会是兰老爷子认下的孙女吧？兰爷爷说
这是兰州的晚会，让我当他的女伴，看这排场也不像。姐姐，你怎么可以去做保姆啊？啊，保姆啊？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去做保姆是为了让爸爸妈妈都关注你，对不对？这样吧，我搬个去，只要你和爸爸妈妈能和好如初，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装！江念一，你妹妹都低声下气成这样子了，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念一，你从小是我们宠着长大的，你怎么能给人去做保姆呢？江念一，你连你爸妈都不管，你这个白眼狼！难为江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啊，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我都说过了，我不是保姆。念一，你就别瞒着了。姐姐，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去外面照顾老人。江念一，你今天必须跟我回江家，否则别怪我不顾父女情面。父女情面？你口中的父女情面，就是让我把我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都让给你的亲生女儿吧。舒儿这些年，因为你受了多少委屈。念一，只要你回来，你还是江家的大小姐。我倒是不知道，在江家做不受重视的干女儿，比在我们兰家做孙女情面。兰家孙女？什么？兰老爷子刚才说，兰家的孙女是谁？是念一丫头。刚才江总不是说这孩子在外面做？别瞎说，兰家护着的人，也是你们家被护指指点点的。奶奶，这是依依呀，今天呀是我和你兰爷爷为你准备的认亲宴，以后啊就做我们兰家的孙女，好不好啊？兰老啊，这孩子生性顽劣，又是我们江家的养女，父母呢又是乡下人，骨子里头就透露着一股寒酸气。如果你们真想认个孙女儿啊，看看我们家舒儿。兰老夫人，姐姐自幼在我爸妈身边，他们对姐姐比较娇惯，如果姐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您多多包涵。怎么，你也想当我们兰家的孙女？可以吗？我看呀，别有用心之徒就是你才对吧？兰老，这孩子自幼不服管教，我怕这个乡下佬冲撞了二位，惹得二位不快。乡下妹啊，才是真正的大小姐。江总，您半个月前不是曾说我们一家人有的情吗？怎么今天又上赶着把您的女儿当做我们兰家的孙女？依依，不要怪爷爷奶奶，我也是怕有人别有用心。我知道。那你愿不愿意做我们兰家的孙女啊？愿意，当然愿意了。好了，别耽误了正事儿。感谢各位来到兰家的认亲宴。恭喜恭喜！1个月前，我们在医院遇到了这位小姑娘，她单纯诚实，给我们呀带来了不少快乐，所以我们决定认江念一为兰家的干孙女，以后都是兰家的大小姐。老江啊，你们江家和兰家有这种机缘，怎么不早点通知大家呢？念一啊，你毕竟也是江家的人，咱们父女之间哪有隔夜的仇嘛？念一啊，你这些天也不和家里联系，你知不知道爸妈有多担心你？江总，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我接江念一的时候说过什么？哎呀，兰总，江先生，我很感激你这些年的养育之恩，当然我让了江叔这么多次，也总该还清了吧。以后呢，就如江先生所愿，我不会再回江家来给你添麻烦了。你这是干什么？你是要断亲吗？你们让我让了角色，让我让了奖项，就算知道江叔是诬陷我，你们依旧选择包庇你们的亲生女儿。姐姐，
你在说什么？我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是啊，包庇自己的亲生女儿当然没有错。可是你们为了自己的名声，偏要把我留在江家。哦，对了，江先生，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江家的生意，想要把我送上供应商王总的桌。什么？老江，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那老王什么德行，你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所以他没有选自己的亲生女，而是他的养女。姐姐，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爸妈养了你20年，哪里对不起你了？你既然占尽了江家的资源，那为江家付出有什么？你这么在意江家的生意啊？不如就去由你好好陪陪王总吧。依依，这件事你怎么没告诉奶奶啊？今天蓝石集团的知名导演也在场，你不是一直在跟我争角色吗？不如这样，我们上台表演，输了的那个人退出竞选。哎呀，你放心，没有人跟你抢这个角色的。我在蓝家生活的这么好，谁稀罕那些？我看你就是不敢。我在蓝家做孙女做得好好的，咱们两个早就不是一个赛道了。姐姐，你是怕露怯吧？你是怕别人说蓝老认下的干孙女就是绣花枕头一个，空有一张脸。就是绣花枕头一个，空有一张脸吧？江念一，你自幼不学无术，你做这些不就是给我看的？不是吧？你不会以为谁都跟你的舒儿妹妹一样，看得上你这个普信男？江念一，我可是为了你好，你想清楚，舒儿的琵琶可是得过国际大奖的，你要是输了，丢的可是蓝家的人。是啊，今天这个日子还都是江家的姐妹，这样弄不太好吧？素来听说江家这个养女娇生惯养，不学无术，这要真的输了，岂不是丢了蓝老的脸面？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姐姐没有才艺，凭张脸蛋当个漂亮玩意儿，能哄二老开心也是她的福气。依依啊，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算了。没事的，奶奶，我陪他们玩玩。姐姐，你还是认清自己的位置，你要是丢了脸，小心二老把你赶出去。那也总比待在江家好。舒儿，不用跟他废话，他这种人，就算随便以后找个人嫁了，也算是有福气了。要不你还是退出比赛吧，我也不难为你。你要是输了比赛丢了脸，对不起蓝家给你准备的这场认亲宴。绿茶？你说什么？我说你这个死绿茶。好，那就别怪我。不错啊。江疏弹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真不错啊，就是不知道那江家的养女会什么。对呀，真是太棒了，真不错啊！好，好啊！姐姐，该你了。哎呀，我都忘了，姐姐学兴趣班都没超过3天。蓝爷爷，可不可以帮我准备一副笔墨纸砚？今日我江念一与蓝家结缘，想要作画一幅献给蓝爷爷，以感谢蓝家对我的收留之情。今日我江念一与蓝家结缘，想要作画一幅献给蓝爷爷，以感谢蓝家对我的收留之情。这江念一真是不自量力啊！他不知道蓝老收藏了上百幅的国画，还在这儿当跳梁小丑。就是，现场这么多书画名流，这江念一岂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丫头，放心话，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蓝家都将捐出宋青花花瓶一对，蓝家能为你撑得起这场面。蓝爷爷，您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这一笔气势十足啊，就是不知道后面怎么样。
这水墨画最讲究的就是功底，如果不能拥有10几年的功底的话，就算是名流大师，也未必能现场作画。他不是不学无术，什么时候学的国画？不是我干的，有人推我，有人推我。这么好的画，可惜坏了。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江念一，连老天都不帮你，这画毁了，我看你还怎么救？谁说不行啊？姐姐，你就别逞强了。现在这纸上这么一大滩墨，谁还会相信你会赢啊？谁说没有？蓝少，认输吗？不会，我说过我不会输。很好，那就赢给我看。赢了他，你就是蓝家唯一的大小姐。这是什么画法？相传国画大师心生灵感，就会左右开弓，把心中所想跃然到纸上。这孩子才20几岁，竟然掌握着这种本事啊！咦，他真的懂国画吗？你且看他这几笔，落笔苍劲有力，那竹林的风骨渐成。不管他最后画的如何，他在国画这一道上定然是下足了功夫。是那江家有眼不识金镶玉。这是试读亲身图，人物、风景、动物全都有，这画极具有画功啊！蓝爷爷，你看我这画做的怎么样？好，没想到你在国画上水平竟然如此之高，爷爷倒是小看你了。蓝爷爷您谬赞了，这都是雕虫小技。念一啊，你什么时候学的国画？爸爸怎么不知道啊？是啊，念一，爸妈都不知道你画画居然这么好。江总、江夫人，恐怕你们已经很久没有了解过我最近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老江啊，那念一还没画好的时候，在那冷嘲热讽，现在看到人家的优秀了，又过来讨好，没想到啊，江家是如此趋炎附势之人。我算是看明白了，一开始啊，觉得养女没有用，又不想坏了名声，就把养女啊先往别人床上送。现在啊，看养女有了好的出路，又想占便宜。依依，快来，我们一起走。王叔啊，这里真的是蓝家，看来有个上天给了我机会，让我好好的照顾爷爷奶奶，竟然没想到是爷爷奶奶带我飞。怎么吓到了？没有，我只是没想到蓝爷爷和蓝奶奶竟然还有这样子的身份。依依丫头，不怪爷爷吧？怎么会呢？我只是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蓝氏集团的前任总裁。丫头，试用期一过，咱们该换新的合同了。50万，这也太多了吧，爷爷！不是，我们按照之前的合同上来就行。我是真心想要陪在你们二老身边的，不是为了钱。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是我们蓝家大小姐，一个月50万零花钱不算多。是啊，你就听阿周的。依依丫头啊，这些日子你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钱呢是爷爷真心实意给你的，你就拿着，以后你就是蓝家的真正大小姐。爸妈，江念一那个贱人什么时候和蓝家攀上的关系啊？舒儿，那也是你的姐姐。舒儿，现在念一得了蓝家的青睐，以后啊，我们还是多走动走动。妈，你知道什么？
要不是他在宴会厅出尽风头，那个导演怎么会把女主角的角色让给他呀？伯父伯母，我想清楚了，当年和我定下婚约的是聂一，我想和他重新履行婚约。啊！沈玉东，你在说什么？不是你说要跟我在一起一辈子的吗？舒儿，是我没看清自己的本性。江念一，凭什么你好处占尽，让我成了陪衬？你等着，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哎，王叔又在做粉丝啊？我来帮你吧。我的小祖宗啊，真不用你，你再别拿这么好的鱼翅去炖排骨汤了。鱼翅？什么鱼翅啊？喏，这木碗里放的就是最顶级的鱼翅。那我们平时吃的肉呢？那是空运来的黑猪肉。蘑菇？那黑松露啊。原来不是我的手艺好，是这些食材本来就没有。哎，我的大小姐，你有空给我陪陪老爷，陪陪夫人。做饭这些事儿真用不着你。好。什么以后？什么打工人？哪有全职孙女师傅啊？哎呀，老兰，你慢一点啊！你慢一点。你呀，找了个全职孙女，昨天在宴会上大出风采，你把人叫出来让我们看看呐。是啊，把你那宝贝孙女请出来，让我们瞧瞧。我可听说呀，她那一幅水墨画可了不得了。我们几个老家伙听说呀，就从国外飞回来了。想看我的宝贝孙女，做梦！小姑娘，听说你是个演员，我们家呀是开影视公司的，不如你来我们顾家当孙女吧，爷爷肯定全力捧红你。丫头呀，我是美术界的教授，不如在我们家来当孙女，以后在书法界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小姑娘啊，我们家影视公司才最适合你。你们几个老家伙啊，来给我抢孙女来了！不行啊，依依可是我们兰家的。那要看姑娘愿不愿意了。嘿，想拐走我们依依呀？不可能！爷爷们好。哎呦，小姑娘一看就乖。老兰呐，你走什么狗屎运啊？偷偷的捡这么个漂亮小姑娘。顾老头啊，你们家那几个臭小子哪有我们家依依乖啊？你是没养过孙女，你不懂这养孙女的好处啊，说都说不完。我孙子，依依丫头呀，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我家明德那臭小子才拿了影帝头衔，跟你是同行，性格也合适，不如给你介绍介绍。顾老头，你想干什么？老兰呐，你不能留依依丫头一辈子，她呀迟早要嫁人的。哎，我们家明德就不错嘛，哪像你们家兰州，成天摆着一张脸，别吓坏人家小姑娘。你就是瞎说。现在啊，都流行那个什么叫冷面霸总，我家兰州怎么就不行了？不像你家那个臭小子，见谁面都嘿嘿笑眯眯的啊！人家都叫他现在叫啥？中央空调啊，对，中央空调。丫头，我跟你说，兰州这臭小子呀，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以后跟那种人过日子，连话都没得说。这叫冷暴力。顾爷爷，我怎么一回来听见你在说我坏话？你瞧瞧，这都快中午了，这臭小子一点长进都没有。依依丫头呀，你跟我们家明德见面，你兰爷爷也不能拦着你谈恋爱呀。好你个顾老头啊，你挖墙脚挖到我兰家来了。兰州，我可告诉你，若是追不到依依，兰氏的股份我就全都给你大哥。爷爷，我现在还不想。依依丫头，你就让他追。现在的年轻小姑娘，谁还没几个追求者呢？是啊，丫头，就是见个面你也看看你明德哥哥，人真的不错呀。依依丫头，你选谁？好吧，不如啊，让他们各凭本事吧。
我不管，我跟那孤老头斗一辈子就没输过。你要是输给孤老头那个翘辫虎孙子，你就别叫我爷爷。爷爷，我跟那丫头本来就没什么。什么？你结婚了吗？那依依漂亮吗？你没结婚，依依漂亮，那怎么就不能考虑了？你大哥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把你嫂子都领到家了，你爹不知道怎么生了你这个臭小子。哎呀，爷爷，别说了。我看依依那丫头能跟你在一起，那就便宜了你小子。奶奶，哎呦，依依，快过来！依依呀，今天呢，我们家里也没什么事儿，你呢就跟阿周啊好好出去逛一逛。是啊，你喜欢什么就叫他买什么，让他花钱。蓝爷爷，不用了，你们已经给我开很高的工资了，真的不用再送我其他东西了。就让他买。这臭小子，他赚那么多钱，不花留着干什么？阿周呢，平时啊很少跟女孩子出去，你呢就陪陪他。你看他像个和尚。那就一会儿出去转转。你来兰家也没拿什么衣服，一会儿带你出去买几件。好，丫头，顾爷爷让你知道什么叫年轻人喜欢的东西。Music， 走起！Music， 走起！这开瓶暴击！顾老头他风韵犹存啊！哎呀！奶奶，我没看错吧？顾影帝来我们家当模子了。爷爷，这我真不行，我没顾明德豁得出去。撤。丫头，我孙子不错吧？你好，我叫顾明德，久仰大名。你好。臭小子，你想让他把你比下去啊？你呀，倒还是听话啊。这堂堂的影帝到我们家来当模子哥，让别人知道了会作何感想？蓝总还是这么爱开玩笑，一支扫腿舞能获得这么优秀女士的青睐，当模子又如何呢？老蓝呐，看看，我孙子多豁出去啊！现在的社会啊，小的时候拼老子，老了拼孙子，你呀不如我。我说顾老头啊，你天天来我家，就不用陪夫人了啊？你孙子他不是影帝吗？怎么着？现在不拍片了？我说你们一家人啊，哪来那么多闲工夫，天天来我家？等我孙子呀把你那依依拐走，我就不来了。你，哎呀，你们俩都加起来100多岁了，怎么还像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老蓝呐，给你说句实话，我来你家就来蹭孙女的。蹭孙女？顾爷爷，我只听说过蹭饭蹭热度，什么是蹭孙女？你顾爷爷他是想来蹭蹭你这个全职孙女的天伦之乐。老蓝呐，我说呀，你就别藏私了，俺姐家呀就依依丫头一个闺女，咱们组个团儿拼孙女怎么样？老蓝呐，你生什么气呀？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以后等咱们老了走了，依依丫头啊也有各家护着。那依依丫头是咱蓝家的全职孙女，你说这帮老东西，他们来拼孙女，算怎么回事啊？哎，来，坐。爷爷奶奶，依依丫头呀，就等你了。走，咱们吃饭吧。老顾，你还真把这里当成你家了？老蓝呐，咱们现在都是依依丫头的爷爷奶奶了，你呀就别跟我结歪了。我看你也是太不结歪了。哎，这
怎么啊，爷爷奶奶？是这些饭菜不合你们的胃口吗？丫头呀，我们现在都老了，吃不进去什么了。这些什么鲍鱼呀、什么海参翅啊，这些啊，吃的根本就是没滋没味儿的。那不如我请大家出去吃。吃什么呀？是一种富含100多种人体不需要的微量元素的平民美食。麻辣烫啊！就这？这可不是普通的麻辣烫，这可是东北正宗老式麻辣烫。这麻辣烫可有些讲究，要是我们想鸡头白脸5饱6撑的吃上一顿，还得是这好辣齁咸椒黏的东北老式正宗大碗麻辣烫。哎呦！诸位请看啊，根据这店面的选择呢，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一推开门里面就雾气腾腾，跟王母娘娘开蟠桃会一样，地上呢要铺着纸箱子，一摸桌子就粘手的。别问为什么，因为香啊！好，走，咱去尝尝，这可是一丫头推荐的啊！聂姨，聂姨，你怎么在这儿啊？哎，一丫头，没事，爷爷奶奶，你们先进去，等一下我过来找你们。哎，走，哎，走。聂姨，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啊？我们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聂姨，我劝你以后不要带蓝老来这种地方，这不符合他的身份。这是我们的事，让开！依依，是我错了，当初的婚约是你和我的，都怪我爸，非让我娶江家的亲生女儿为妻。其实我心里是有你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现在应该是江叔的男朋友。你现在纠缠我，又算什么意思？聂姨，只要你答应和我在一起，我马上和江叔取消婚约。你不会以为江叔看不上的垃圾，我还会要吧？聂姨，我们和好吧，趁着你现在还是蓝老的干孙女儿，咱们可以记住蓝氏的势力，把沈家做大。到时候，即便蓝氏有什么，我们还有沈家呀。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蓝石吧？江聂姨，你在清高什么？你不过就是蓝家的干孙女儿，那又怎样？到时候等他们死了，还有谁能给你撑腰？还有我们，还有我们。人家小子，在场的诸位都是聂姨丫头的倚仗，我倒要看看你们沈家经得起几轮融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你们快尝尝。好。咦呀，什么麻辣烫呀？好吃，黏糊。丫头，这些天陪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烦吧？不会，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你们这么多爷爷奶奶陪着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烦呢？哎，爷爷，你真甘心给我们当一辈子孙女儿？爷爷奶奶，我刚请你们吃完好吃的，你们就要解雇我呀？依依啊，刚才你和沈家那小子说话，我们都听到了。不过呀，我们觉得有道理。奶奶，我们这几个老的能活多久啊？万一
我们这些老的走了，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奶奶，我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可是你身边没有其他人呀，因为呀，你要照顾我们这些老的，平时啊，连朋友都没有时间见面。等我们这些老的100年之后，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我就是要陪着你们。依依呀，我刚才给我孙子打电话了，他说他们组的这个女主角呀，很适合你，你听顾爷爷的话去试试，好不好？可是我，依依呀，你这次啊，就听你顾爷爷的，去试一试。依依，去试试啊！你就当是爷爷奶奶啊想看你拍的电影呢啊，怎么样？爷爷奶奶说了下辈子。爷爷奶奶啊想看你拍的电影呢啊，怎么样？那说好了，就这一次。玉东哥哥，玉东哥哥，江念一那个贱人，竟然认识那么多业界的人，他们还要把我的沈家赶尽杀绝。玉东哥哥，你在说什么？姐姐她怎么了？顾老、蓝老夫妇竟然都帮着那个贱人。玉东哥哥，你放心，江念一他快活不了多久，这些人都已经退休了，还能活得了他多久？舒儿，还是你懂事，你温柔善良，江念一那个贱人怎么比得了啊？玉东哥哥，你还不知道吧？有位知名导演联系我，让我当他电影的女主角。只要我当上了影后，咱们就可以不用怕江念一了。舒儿，你也太有本事了！你放心，只要你拿了影后，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成为我沈家的儿媳妇儿到底有多幸福。可是玉东哥哥，你也知道，江家因为姐姐得罪了蓝氏集团，爸爸现在还在因为钱的事情焦头烂额，根本就没有空为我造势。舒儿，你放心，沈家将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玉东哥哥，你对我真好。喂，江叔啊，我们还是决定把女主给江念一，女2号交给你，怎么样？什么？女主角给了江念一？佳佳，没想到你和这个角色这么贴合，不错，相信咱们这次真的有望能冲奖了。聂老师演技真好啊！昨天他的哭戏你没在场吧？我的天，导演和编剧都哭了，说都是江家人。今天咱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拍吧。大家快来，江念一在这里！愿意。依依呀，辛苦不辛苦啊？哎，你看看啊，有奶茶，有蛋糕，有水果，这都是你顾爷爷搞的。他说什么是什么应援？这叫应援。依依呀，你看顾爷爷做的怎么样？有没有排面啊？没想到你们居然为了我学应援。依依，你未来可是咱蓝家的影后，我们这帮老家伙呀，会陪你走红毯。奶奶，
蓝爷爷、顾爷爷，你们都被江念一给骗了，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江念一勾引你们孙子呢。你看，这是江念一和他们私会的照片。江念一前一天跟兰州吃饭，第二天就收了顾影帝的花，这不是水性杨花是什么？天哪，江念一竟然是这种人！我听人说，他就是在外面干那些不三不四的工作，才被赶出江家的。难怪江叔的女主被他抢走了，女一降成女二了。蓝爷爷、顾爷爷，江念一一贯会装伪却博同情，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被江念一这么玩弄感情。你要不要听听他们怎么说呀？他们要是知道你勾三搭四，一定会让你赶出剧组。你就这么确定？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等一下，送花吃饭。聂一，你怎么没告诉我和兰州这小子吃饭了呀？依依，之前为什么要收了他的花？那个，我这不是……蓝总、顾影帝，你们现在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了吧？没办法了，事已至此，姐姐，愿意收留我这只小狗吗？依依，做我女朋友好吗？依依，做我女朋友好吗？这小子开窍了啊！是啊是啊。哎呀，现在流行奶狗，我孙子可是顶流影帝呀！依依丫头呀，选谁还不一定呢。蓝总、顾影帝，江念一对你们这样，你们不生气吗？要我看，就应该把他赶出娱乐圈。你是什么？我们蓝家来给江念一做应援，关你什么事？江叔小姐，你不好好雕琢演技，怎么眼睛都在女主身上？哎，你恐怕还有一些事儿不知道。什么？这部戏是顾家投的。那又如何？顾老还没发话呢，你别以为跟顾家有不清不白的关系，你就可以为所欲为。顾老，江念一这种贱人就应该封杀出去。顾影帝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他怎么可以？你说的对，这里呀，的确有人认不清自己的身份。我就知道顾老最明事理。以后顾氏影业投资的所有作品都不允许他参与表演。凭什么？江念一犯的错，凭什么封杀我啊？依依丫头呀，能给明德机会，那是他的福气，哪轮到你在这指手画脚的？来人啊，把他给我拖下去！爷爷，就算不封杀他，以他的演技也没戏演。怪不得他平时跟聂一对着干，我看他是嫉妒聂一。这回有顾影帝亲自认证，我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戏拍。仗着自己是江家大小姐的身份，处处挤兑人，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顾爷爷，嘿嘿嘿嘿嘿，丫头呀，你放心，爷爷给你撑腰。凭什么？凭什么都对他这么好？哎呀，那是因为你不懂全职孙女的含金量。我是顾爷爷的孙女，他当然帮助我了。江念一，你别得意，咱们走着瞧。念一你还没有回答我们呢。论年纪，我和姐姐相匹配；论工作，我们都是演员，有共同话题。至于论长相的话，蓝总，这你不得不认输。闭嘴！依依，最早是我们先认识的。先认识又怎么样？难道你不知道后来者又争又抢吗？依依，你说选谁？是啊，姐姐，我们顾家不比蓝家差的。如果你想住庄园的话，老头子的庄园跟蓝家的一样大。
你们两个臭小子，那绅士风度都揣狗肚子里了，哪有这样逼一个女孩子的？好了，你闭嘴！他呀，很想嫁我们顾家的。顾老头，你拼孙女还不够啊，你还要把我孙女拐走啊你？姨呀，你别害怕，说实话，你是不是更喜欢我们家明德呀？爷爷给你做主。蓝爷爷、顾爷爷，不如这样子，我们以1个月为期限，他们两个要是谁经常回来陪你们，我就选谁。我看行。哎，舒儿，这谁惹你生气了？妈，姐姐她到处勾勾搭搭，我只是好心劝阻，没想到竟然惹了姐姐不高兴。江念一这个贱人，我就知道他有了靠山，要对江家不利。要不是他，我们公司怎么能成这个样子？妈，姐姐靠着蓝家抢了我的角色，然后又把我从剧组里面赶出来。什么？江念一竟敢这样对你？爸，你和妈妈之前对他也不差，这……放心，他笑不到最后。你不是喜欢打游戏吗？我已经跟你沈叔叔说了，让他呀托关系，让你做那个游戏的代言人。我就知道你们对我最好了。可是爸爸，我就是想让江念一身败名裂。啊，终于杀青了，还是全职孙女好。依依说的没错，我们应该多陪陪自己的爷爷奶奶。我怎么不知道我爷爷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个孙子？我是来邀请依依去我们家吃饭。请你们2位能不能不吵了？依依，这是兰家给儿媳妇留的手镯，我把它送给你。兰总，你这不在逼他吗？依依，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影帝的奖杯和证书，也是粉丝和业内专家对我的第一份认可，我把它们送给你。依依，收下吧，我也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依依，晚上去我们家吃饭，爷爷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停，在此之前，我想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说。你们2位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因为爷爷奶奶的要求？你们喜欢我到底是因为喜欢真正的我，还是因为爷爷奶奶的要求？一开始我确实是有点怀疑你的，我以为你是在刻意接近爷爷。不过时间久了，我发现你为人真诚，待老人很好。对，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孩子对老人那么有耐心。所以你们喜欢的是可以陪伴老人的我，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孙女孙媳妇儿都不是你们自己，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你们可以回去看看。这礼物太过重了，我不能收。蓝总，既然你是为了完成蓝老的任务，那就把依依让给我吧。明明是你完成任务好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特别的女孩，尤其是她说的这番话，让我更想追她。还追什么追呀？出事了，快上某音！快上某音！我们是万万没想到，我找回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让养女离开了我们。念一呀，你回来吧！难道你一定要跟你的妹妹抢东西吗？那请问你们知道江念一去了哪里吗？姐姐，她去了蓝氏集团的蓝老家里。姐姐，我知道蓝总和顾影帝送了你不少东西，可是爸爸妈妈养了你20年，他们怎么舍得你？念一，你回来看看妈妈，你回来看看妈妈呀！妈！哎，这江家对依依这么坏啊，有脸发这种东西？江念一脚踏2只船，江念一嫌贫爱富，这都在话题榜前面了。别得，联系公关，车人送。哎，不要，顾爷爷，我们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哎，不好意思，你们先回吧。好的。哎呀妈，
累死我了。现在蓝氏集团就算想撤热搜，那些网友也会说姐姐傍上了有钱人，所以为所欲为。我们官宣舒尔代言人的身份，再把顾家为了保住江念一，封杀舒尔的消息给放出去。一东哥哥，你对我最好了。我们啊，一定要让江念一那个死丫头知道，她是江家的，就必须为江家谋福利。舒儿啊，你要把握机会，等江念一那个臭丫头被蓝家赶出来的时候，到时候你再去蓝家安慰蓝老他们。那依依姐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舒儿，你在家最近多练练游戏，打造一下电竞少女人设。1个月后的电竞比赛上，我会让国内最强选手叶宵给你做配。一东哥哥，你放心，这1个月我一定在家里面好好练习打游戏。2万，这天天打麻将没意思，能有点新鲜的东西多好啊！老蓝呐，这还不怨你，连江家都搞不定，要不然现在，依依带咱们出去玩去了。是呀，老蓝、老周呀，你们2个都活了大半辈子了，连个江家都搞不定。你们净说风凉话啊！你们不也没出手吗？哎呀，我那是尊重依依丫头的意见。爷爷奶奶，你们在聊什么呀？依依丫头呀，我们打了几天麻将呢，都无聊了。你有没有像吃麻辣烫一样那么刺激的东西？是啊，依依，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让你爷爷奶奶们高兴高兴？爷爷奶奶们，我教你们玩手游吧。手游？手游？这我们家那个臭小子啊，当什么电竞选手？我看就是不务正业。老蓝、老顾，我们家那个不孝子孙啊，把那个打游戏啊当成了事业。爷爷，玩游戏就是不务正业啦。哎呀，依丫头呀，你能一样吗？你最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我们家的臭小子啊，就知道打游戏。周爷爷，那你也玩玩看呗，反正也是无聊，对吧？哎呀，你们玩我们家那个臭小子玩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碰。走。蓝爷爷是……依依呀，你要是得空，能帮你周爷爷跟他的孙子重规矩好，那你周爷爷啊，对你都感激不尽呀。那他的孙子是？他孙子就是连续5年的 MVP 叶宵。中路，蓝爷爷，中路你快点，都没了。哎呀，蓝老头呀，你把兵线带进来呀，快点啊！知道了。哎呀，老周啊，这玩游戏呀，比咱年轻的时候那玩魂斗罗有意思多了。是啊，周爷爷，你也玩玩呗。你看打麻将多无聊呀。哎呀，不玩，玩物丧志啊！你们看你一个个像什么样子呀？是。好吧，周爷爷，那我们看会儿电视吧。好，看电视，看个新闻呀。你们这几个当爷爷，该给依依起个榜样呀。恭喜叶宵选手获得国际联赛冠军，得奖了呀！这打的还是国际比赛呢，倒还挺争气，有我当年年轻的范儿啊！老头儿，夸我一句怎么了？老头儿，夸我一句怎么了？别以为拿了个世界冠军就有什么了不起。哎呦，爷爷，这些年
我一直想证明自己。现在我拿了世界冠军，我可以向您证明，除了画画，我还可以走其他的路啊！好，其实这些年来，周爷爷一直在看你比赛。之前有一次我在书房里面，我还看到他在看你抱着奖杯的照片呢。你是谁啊？我是爷爷奶奶们的契约孙女啊。什么契约孙女啊？你这种人我见多了。不用担心，咱们依依丫头啊，可不喜欢这种普信男。小叶啊，念一这丫头可不是什么私生粉，她是……奶奶，你们年纪大了不懂，这种私生粉啊，最讨厌。臭小子，依依可真不是呀！爷爷奶奶，你是不是觉得谁都是你的私生粉呢？你这种人啊，我见得多了，跟不到行程就来接近我爷爷。比一局，我要是输了，我就离开。依丫头，她可是世界冠军，你跟她较什么真儿啊？是啊，依丫头呀，我回家好好收拾她。好啊，给你这个机会，3局。这3局里，你只要有1局把我打到半血以下，都算我开直播给你道歉。一言为定。好啊，一言为定。哎呀，爷爷你干啥呀？毁了，好好的孙媳妇儿跑了。依依丫头，你放心的，他要是敢让你输呀，我一定把他赶出去。来吧，待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啊！竞技比赛不分男女。哎呀。臭小子，我是怎么教你的？世界冠军，你怎么欺负依依个小丫头呀？爷爷，你不懂，竞技比赛只分输赢，不分男女。哎，带不动呀！好好的孙媳妇没了。哎，周老头，这依依可是我们家兰州的。哎，你们俩说什么呢？依依可是我的孙媳妇，你们别跟我争啊 Defeat。再来，只剩最后1局了，你还没输过。哎呀，这……哎呦，我的心脏啊！爷爷，你没事吧？哎呦，快追打！周爷爷，你不要再装了，我要光明正大的赢下比赛。哎呦，依丫头啊，你真犟啊！你可要想好了，输了比赛，你可就要离开了。我调查过你，你就是一个3线小明星，走了之后恐怕连谋生的手段都没有。放心吧，大神，这一次我肯定赢你。Victory！ 耶，我赢了！哎呀，好了，是我输了，谢谢你照顾我爷爷。承让了。念一姐，不好意思啊，我之前以为你是为了接近我的私生饭，故意靠近我爷爷。我们家依依啊，那有的是人追，人家还是演员呢。他要不是为了陪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呢，人家怎么会待在家里？爷爷，我就是想要陪着你嘛。念一姐，我之前在公司里遇到了你妹妹江疏，那个丫头会算计的很呀。臭小子，她肯定跟你说了些什么，要不你对依依丫头没有好感？对不起啊，念一姐，我不该听信她的一面之词。哎，其实也没关系啊，我才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呢。反正我现在能够陪着爷爷奶奶，就算是不能回娱乐圈，那有什么关系呢？念一姐，我和爷爷缓和关系多亏了你。这个赛季的代言人非你莫属，我会跟公司推荐你。爸，
新赛季的代言人换成了江念怡，那我以后可怎么办啊？舒儿，别着急，爸妈给你想办法。这个江念一是怎么回事？怎么什么都要跟人抢？这个白眼狼，我们养了他20年，他竟然还回来跟舒儿抢。爸，顾家封杀我，现在电影圈也封杀我，我以后怎么办？江叔，我早就跟你说过好好练游戏，没想到你居然玩得这么菜。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没了这单损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江念一认识叶宵啊。够了，现在不是起争执的时候。爸爸，现在怎么办啊？什么？真的吗？伯父，那个保健品成了。舒儿啊，你是名校毕业，这次沈家的保健品生意交给你来代言，你长相又这么乖巧，那群老头老太太肯定相信你。依依，丫头，快坐。爷爷奶奶，今天家里边是要来客人啊？是呀，你今天啊，奶奶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认识。小姐。怎么啦？你有空还是多劝劝老爷跟夫人吧。我看来的这个客人不是什么善茬。怎么回事？半年之前，老爷的身体就不太好了，本想着去医院看看，哪知道这个人来了之后，竟然劝老爷在家做什么理疗仪。先是攀了关系，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老爷竟然经常邀请他来家里。你的意思是，这人是个骗子？对，小姐，您有空还是多看看吧。好。那我就先去忙了啊。哥爹，哥妈，我可想死你们了。哎呦，小隋来了，来，快坐。小隋啊，你这孩子又瘦了，怎么？又是不好好吃饭？怎么会呢，妈妈？我现在都是10块钱的外卖，换成25块钱的拼好饭了。自己都吃不好，还给我们买东西啊？您跟我亲生父母一样，我孝敬你们有什么不对的？这孩子呀，就是个嘴甜。对了，小隋，我让你认认我孙女儿。孙女儿？您不是只有一个孙子吗？我们认的干孙女儿。这丫头呀，和你一样懂事儿。依依呀，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的客人。哎呦，这位漂亮的小姑娘就是你们的干孙女吧？长得和妈妈您年轻时候一样漂亮。那可不呀，我们依依呀是最漂亮的。小姑娘，这家订单是我一个人的。小隋，你这是又怎么了？在单位是不是又受到什么委屈了？我都说了，早都让你去蓝石上班，你这孩子要强，竟然还不去。爸，我一个农村孩子，这样已经很好了。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鬼。小隋啊，那是不是你感觉到蓝石上班受到什么委屈了？爸妈，我们公司有业绩要求，您也知道，我爷爷住院花了不少钱，现在又因为没有完成业绩扣我钱。是这样，小隋，我们再支持你。这次的订单呢，我们再买300单，就当是我们对员工的福利，怎么样？这可不行，我和你们有缘分，我可不想因为工作的事情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把你带来的呢打开让我看看。好的，爸。原来是个推销东西的骗子。爷爷奶奶，你们是不是忘了今天我们要跟周爷爷一块吃饭呢？来，小姑娘，这个演示起来很快的，很快的。蓝奶奶，蓝爷爷，今天是周爷爷和小叶说请我们吃饭的。你说我们要是迟到了，他们会不会生气啊？哦，老蓝，不然咱们先过去。
小隋啊，不行，你先把东西带回去，下次你再来跟我们展示啊。爸，那我这个……哎，小隋叔叔，我们是真的要着急出门了，慢走不送啊，不送。爷爷啊，我们还没买。是啊，爷爷，你不知道他是骗子吗？爷爷，你们两个都玩了一天游戏了，要不要出去逛一逛？闭嘴闭嘴闭嘴！是啊，依依，你能陪周家这小子玩3个小时了，也该陪陪我们的吧？哎呀，我呀不像2位哥哥，一个要拍戏，一个要管理公司，我呀只会陪姐姐玩游戏。哎呀，没事儿，你游戏大神，而且你还代表国家队拿下了冠军。不会是你爷爷让你回去吧？我去跟他说。哎，英姐，你别跟我爷爷说，我爷爷又说我告状。好了，我们再开一局，不想这事儿了。来来来，我给你开蓝了。没想到啊，周家这个闷葫芦瓶子，这私下间还是个绿茶男。蓝总，那你说现在怎么办？那就让他们打不了游戏。玩什么玩？上瘾了你还？爷爷啊，哎，今天咱们出去做什么？找找什么好玩的？不如我带你们去抢鸡蛋吧。这东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哎，看看这荧幕啊，对，宣传的真是不错哎。是爷爷，这些人排这么长队干什么呢？他们呀，都是过来领免费鸡蛋的。这就为了几个鸡蛋，哪有排这么久的队呀？阿姨，你们排多久的队了？我们早上4点半就来了，我们排了这么久，你们可别插队啊！不插队，不插队。爷爷，那鸡蛋才几块钱，就为几个鸡蛋排这么久的队啊？爷爷，你都多久没有出来买菜了？你知道现在1个鸡蛋多少钱吗？1斤猪肉多少钱吗？这些爷爷奶奶生活很不容易，所以很早就过来排鸡蛋了。依依丫头，你叫我们过来，是希望我们做慈善呀？是让这各家企业都捐些钱出来 ？No， 今天我是带你们过来体验顶级的情绪价值的。顶级情绪价值？哎，走。啊，看2位灭生，是第一次来咱健康驿站听讲座的吗？我第一次来，讲座？什么讲座？叔叔，您可就来对了。咱们健康驿站会给你带来健康快乐，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哎，小伙子，你仔细说说。叔叔，您叫我小隋就行了。我们正在推广这个沈氏的产品。我们不需要保健品啊。叔叔，我是在帮你啊。叔叔，阿姨，3年前我爷爷生了一场大病，哪知道竟然是胃癌晚期。丫头，这小隋跟老吴说的话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医院都说没救了，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给他用了长寿丸，哪知道不到1年的时间，肿瘤竟然消失了。消失了，真的管用？沈氏竟有这么神奇的药吗？叔叔，你要是不相信，您就跟我回家去看看我爷爷。您相信我，这个保健品真的不错。您相信小隋，小隋今天就免费赠送各位1个疗程。送？您知道吗？您长得和我父亲真的很像。我能叫您一声干爹吗？这孩子别，干爹，这样的好药，公司当然不可能免费送。今天小隋自掏腰包给您2老免费赠送1个疗程。好，哎呀，免费太好了。丫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顶级情绪价值？怎么，蓝爷爷，您这干儿子难道没有给你顶级情绪价值吗？二叔，您怎么来了？谁是你二叔呀？我都能当你爷爷了。二叔，您不知道，这一阵子我1件保健品都没卖出去。小伙子呀，你认错人了呀！你刚才不是还给我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吗？我们依依
我们是过来领鸡蛋的。怎么是你？怎么，小隋叔叔，我们不能过来领鸡蛋吗？你竟然是个骗子！干爹干妈，我谁是你干爹干妈呀？你这见人就叫爸妈的，我们可受不了。干爹干妈，我如果不这么做，我的业绩肯定不能达标啊！难怪你不愿意去蓝氏上班，在大公司打工可没有在这儿骗人赚的多吧？丫头，别跟这个骗子掰扯，怎么走？原来是个骗子，走。爷爷奶奶，你们刚才看到了吗？刚才有多少老人排着队准备被他骗退休金的？丫头，你是说他们现在就是假借各种名义对你们装可怜，博同情套近乎，就是为了让你们买他的保健品。尤其是你们这种孤身在家、儿孙经常不在身边的有钱老人。我一直以为他说的是真的，我还真以为他是自己掏腰包给咱们送的东西。我还真以为他是怪可怜的。现在骗术层出不穷的，有很多就是为你们这些有钱老人设计的。我刚才听他说沈氏集团保健品，那沈氏集团什么时候跟医药行业扯上了？这胶囊里面的药，恐怕就不是有用的药。他这个骗术呀，都快赶上顾家那小子了。今天各位爷爷奶奶的表现，我很不满意。丫头，那骗子演的那么逼真，我们上当也在所难免。是啊，像你说那骗子演的多有情绪价值啊！我当时还真以为自己是那个骗子的救世主。怎么回事，依依？我今天带爷爷奶奶去见世面，结果他们差点被一个推销保健品的骗子给骗了。什么？老头子，你也有被骗的时候啊？还被推销保健品的给骗了，是不是救世主？鉴于诸位各位爷爷奶奶的表现，我决定送各位爷爷奶奶去上老年大学，多和普通人接触，做一个接地气的老人。我能想到我家老头子不想上学，我逼他去的场景了。我估计就是聂一姐想整他们。怎么会？臭小子，依依才不会那么无聊呢。你看这些爷爷奶奶都是从国外进修回来，学识渊博，去了你做什么？我是为了让他们更接地气。接地气？是啊，你们从祖上就已经很有钱了，可爷爷奶奶他们连麻辣烫都没吃过，当然让他们感受一些寻常人的生活了。可是，你就拿我爷爷奶奶来说，他们被人众星捧月惯了，估计去那种大学不听你的。蓝爷爷、蓝奶奶、顾爷爷、周爷爷，你们也不想被其他人知道你们差点被推销保健品的骗子给骗了的事情吧？我们去还不行吗？就不想看自己爷爷奶奶社死的样子吧？你是说，我怎么觉着他们今天笑得不对劲儿啊？他们又在耍什么坏心思？依依，我们就不能不上学吗？是啊，依依，我跟你蓝爷爷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这临老了还来读书了？丫头呀，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吃你说的垃圾食品，打打游戏，打打麻将？不行，咱们组个团去国外转转也行啊。丢人，太丢人了！我堂堂国画界泰斗，竟然被你们送来上老年大学。老头儿，上学都不敢吗？臭小子，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有什么不敢？你这臭脾气啊，也就蓝爷爷他们受得了你。我看你在这个新学校连个好朋友都找不到。你臭小子，你等着！依依，你早点来接我们放学。好，那我们快去上学吧。走，爷爷，走，这就上了。你们等等我呀！我记得这几个人家里可有钱了，怎么跑咱们这儿上学来了？谁知道嘞？咱们啊，还是别得罪人家的好啊。老了，还让念一给送来上大学了。
我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小姐，竟然到老了还来念书了。之前呀，老年大学请我去给他讲课，都被我拒绝了，丢人了，丢人喽！哎呀，啊！这几位同学，家人们让你们来老年大学，是为了让你们感受老年生活丰富兴趣爱好的。你们在学校门口挂横幅，怎么回事？老师，那不是我们，在这里，你们就是学生，就是来交朋友的。好了，明天让你们孩子来一趟，我和他们好好谈谈。哎呀，哎呀，都什么事儿啊？聂烨，咱们这样不太好吧？就是啊，聂烨，你看，他们看着咱们呢。你们不看我看，我倒要看我们家这老头有没有好好学习。我们最起码也得看爷爷奶奶们是不是嘛。走走走走。这临老了还整这么大阵仗？谁说不是呢？咱们可不比人家这个总啊，那个夫人，什么教授的。哎呀，我们也不像啊，那都是孩子们闹着玩呢。哎呦，别装了，看你们这样子，儿女一定很有本事吧？嘿嘿嘿嘿，做点小生意，儿孙们啊都继承了。我孙子还当了影帝，我孙子打游戏拿了世界冠军，有啥用啊？一年能回来几回？我们是没啥本事，可儿女都在身边啊，你们就不行了吧？就是啊，儿女有本事。明天啊，老师让叫家长，该不会没人过来吧？找家长？我小时候被找家长，我爷爷肯定暴揍我一顿。这次他被找家长，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做。爷爷奶奶一辈子让人给捧着，没碰到过尴尬的时候啊。真想让媒体报道一下，顾氏传媒的总裁上老年大学竟然被退学。爷爷奶奶们现在总算是接地气了。不过我们这么整他们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严肃了一辈子，端了一辈子，这到老了终于体验回普通人。爷爷奶奶他们现在刚从公司退下来，平时又没有事干，你们也经常不回家，当然会觉得无聊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忘记了以前的身份啊。是啊，感觉现在这样，家里面有人气多了。对了，你们还没说，等他们回来求咱们，咱们到底答不答应啊？那就要看看他们怎么求了。哟，爷爷们来啦！烤肠3块钱一根，那2根为什么就5块呢？这发抖音还要编一首诗出来。拍照我都告诉过你怎么摆姿势了，怎么非要高举个红丝巾？上学太难了。明天我们能不能别去上学了？爷爷奶奶当初说好的，你们说要去交朋友，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的，怎么现在又不愿意去了？我不管，我不去了。什么破学校，我不去了。对，老顾，咱们不去，不说哪我哪去。姨呀，要不就算了吧。爷爷，你该不会是被退学了吧？那就是啊，爷爷，您还让我上学呢，您这自己上学都上不下去。爷爷奶奶，你们以前那么厉害，怎么现在连学校的事都搞不定了？爷爷奶奶们，你们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没有，根本没有。一丫头，我先回去了啊。那个臭小子，我宁可不去上老年大学。老蓝呀，咱们几个平时不是玩得好好的吗？就是啊，老蓝呐，我最近看你啊，比学校里的老头顺眼多了。你们真不让我们管？那我们回去工作了啊。去，走吧。那我们真走了呀？走吧。真没啥说的。你不觉得你们几个很烦吗？
赶紧去上班。走，走了，走，走了，走。走。哎，你们，姨呀，你兰爷爷他们呀，是怕在孙子面前丢面子。奶奶，爷爷他们呢，要面子要了一辈子了。平时啊，兰州回来，他们也只是问问工作，难怪兰州不愿意回来。现在就不一样了。那咱们就看看这些别扭的老头子们呀，怎么放下架子的。兰爷爷、兰奶奶、周爷爷、顾爷爷，不是说好了让你们家人来一趟吗？老师啊，我们毕竟是在外面风光了一辈子，这临老了，你让我们叫孩子们过来，你说这……是啊，老师，之前都家里的孙子闹着玩的啊。我们大小也是个公众人物啊。好啦，爷爷奶奶们，你们不想就不想吧。但是你们记得，在学校，你们就是为了交朋友、丰富晚年生活的。你们可以和其他的爷爷奶奶多交流交流。好。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哎，小隋，干爹干妈们，小隋来了。小隋今天也为你们带来了礼品哦。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我们几个也不至于来老年大学遭这个罪。要不是你，我们几个能来老年大学受罪？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干爹？你叫谁干爹？兰总，您看这么久了，我去你们家什么时候空手过吗？老郭老兰，你们怎么回事啊？小隋这么可怜，你们还欺负他？就是啊，你们欺负农村孩子算怎么回事？不要以为你们当老板就随便欺负我们这些穷人。你们都好好看看清楚，这小子他就是推销保健品的骗子啊！你们那点退休金全都存到他兜里了。兰爷爷，这可是沈氏集团新推出来的保健品，我们学校也是从众多保健品中优中选优，所以才让沈氏的人过来做广告的。沈氏一个做设计的公司，哪来的医药资质？开保健品？我呸！是啊，学校难道都不仔细甄别一下吗？你们真的误会了，我只想给诸位带来一些福利，从来没有骗人嘛。我呸呀！你当初把我骗那么惨，要不是你，我咋会来这种地方啊？就是你！哎，不是。哎呦！爷爷奶奶们，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丫头啊，今天我在老年大学又见到那个骗子了。骗子？什么骗子啊？就那个推销保健品那个小隋，他们竟然还跑去老年大学行骗，那些退休人的工资才多少呀？是啊，哎呀，偷进了他们的腰包。沈氏长寿丸，带你走向健康长寿之路。哼，一丫头，我们一定要戳穿这沈氏的阴谋。兰爷爷，那你打算怎么做？我明天让蓝氏集团下属实验室做药物实验，我倒要看看他沈氏的长寿丸里边究竟是什么东西。小隋啊，学员们的反响都很好，他们都很信任你们沈氏的产品。姐，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爷爷的医药费都没处张罗。这些就当是我请您喝茶了。哎呀，互惠共利，互惠共利嘛。我说学校的学生怎么这么信任你？原来你们两个早都勾到了一起。蓝老，我承认当初是不该忽悠你，可是你总得给我留条活路吧。他们都是有大公司背书的。巧舌如簧，谁知道胶囊力装什么东西啊？你们敢保证吃不死人吗？我卖出去过这么多单，没有一个人出问题，这些都是做过实验的。谁说没有问题？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这1个多月以来，已经有将近100多名患者因为你而患上肾衰竭。你们说什么？调查发现，你们这些沈家的推销员，不光把这些所谓的长寿丸卖给身体健康的老人，还以延年益寿为名，卖给不少癌症患者。这些癌症患者以为你们的药是可以救命的神药，花了很多价钱购买了好几个流程，最后却死于肾衰竭。这些药剂里面是加大剂量，短期服用可以提高身体的机能，而后耗尽器官活力的毒药。什么？王呸！丧尽天良的骗子！兰州，林丫头，快报警，把他们抓起来，不能让他们跑了。兰老，我就是个普通的推销员，我也不懂啊。兰总，我一时鬼迷心窍，我没想过这么多，求求你们饶了我们吧。他们这种人靠卖保健品发家，骗取老年人的信任，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好有念一丫头，要不咱这几个老家伙真上小隋的当了。是啊，阿周啊，你说的是真的？哎呀，真的死了那么多人。调查之下，哪知道牵扯出沈家这么多命？接下来怎么办？啊，竟然还在卖！还在卖啊！沈家真是枉用人命，他家就没有老人吗？哎呀！爷爷奶奶们，不如今天我们就替天行道，去沈家戳穿他们的阴谋，怎么样？这一次啊，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老家伙们还有没有用。一丫头，把我们拍帅一点。咱们把沈家的阴谋戳穿，我也让小燕那臭小子看看，他爷爷还是老当益壮。好嘞。各位粉丝晚上好，欢迎来到沈氏直播间。我们沈氏长寿丸真的是非常值得，只需998、888、999就可以直接买到手。现在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东啊，这回干得不错，长寿丸让舒儿代言，咱们赚的可是盆满钵满。还不是之前招的那批销售员不错，有个叫小隋的，都迈进老年大学了。不是在医院死的人，这会不会牵扯到咱们身上？是啊，一东哥哥，有几个病患家属前一阵子不是闹得很厉害吗？放心吧，那群老不死的都是癌症晚期了，就算是医院也不敢打包票算在咱们头上。是啊，一个保健品怎么能吃死人呢？现在全国各地都在缺货，我们就在家赚钱就好了。爸，一东哥哥，你们前段时间答应我了，只要赚了钱就给我做投资，帮我做影后。舒儿啊，你是我的亲生女儿，爸爸怎么可能不惦记你呢？对啊，舒儿，只要我们的保健品继续卖下去，别说影后，我们沈江两家很快就会超过蓝石集团了。别做梦了，我已经掌握你们沈家卖假药的证据。江念一，你竟然还有脸敢来我们江家！爸，一东哥哥，都是这个贱人，都是这个贱人害了我们公司。江念一，要不是你，我们沈江两家怎么会垮掉？那也不是你们贩卖假药的理由。你们借着长寿的名头骗取老年人的信任，现在还想把这些毒药卖给所有人。你说什么？什么假药？我们那可是顶级的保健品。什么保健品？沈玉东，我们已经联系了医院进行尸检，我们沈家的罪行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放肆！江念一，亏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不懂感恩也就罢了，现在还想阻断我们沈江两家的生意。是啊，念一，你从小到大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最好的？你在江家享受了20多年的荣华富贵，你怎么就不能放江家一条生路？爸，就别跟他们废话，只要江念一死了，就没有人会查药有没有问题了。看你们谁敢动他！韩总，我本不欲与你为敌，但是你若站在江念一这边，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得到的消息，那群死了的癌症患者本来就是癌症晚期要生荒，
你们是怎么断定啊？就是我的品出了问题。江电一，现在全网都在卖长寿丸，已经下单10万了。你说大家是会相信你，还是会相信我们江家？是吗？不如你们再仔细看看，看看你们正在卖的东西是否顺利呢？这个保健品啊，真的是非常……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我是蓝石集团原董事长夫人，我以蓝石的名义担保，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都是这些保健品受害者。我们蓝氏集团已经针对长寿丸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长寿丸中的药物只能短时间激活人体，长时间服用只会让器官负载加重，导致肾衰竭。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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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这群老不死的！妈，我不想坐牢。我劝你们还是赶紧把假药的配方公布出来。你们害了这么多人，赚了这么多黑心钱，不怕遭天谴？不怕，就算他爸杀了这群老东西，我也不想穷死了。事到如今，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有什么话就跟警察说。我不要走了！我不要走了！都是他们，都是他们江家的错！混账东西！产品是你们研发的，又是挂着你们沈氏集团的名义，和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啊？是啊，玉东，要不是念在我们江家和你有婚约的份上，我们怎么可能被你骗了？沈玉东，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你骗我做代言人的。你们，我就知道，你们江家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个贱人，都是你这个贱人！是你蓝家的高知，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得看小爷我，狗东西，是不是长寿丸吃多了，跟个软脚虾似的？姐姐，我救了你条命。等我追你的时候，你不应该先考虑考虑我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江总，准备去哪儿？哎呦，顾影帝，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们江家好不好？你们骗取老人信任，现在又闹出人命，我们怎么可能会放过你们？是沈玉东，是沈玉东，都是沈玉东这个畜生！要不是沈玉东，怎么会牵扯出这么多条人命啊？顾影帝，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他骗我们的。聂一，他们毕竟对你有养育之恩，你怎么看？养育之恩又如何？江总，江府，我曾经确实想要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但可惜你们江家重利，我是不会与你们为伍。念一啊，念在这么多年的父女情分上，求求你放过爸爸好不好？是啊，念一你们想要拿我换取利益，把我送在王总床上，想要换取江家富贵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我是你们的女儿啊？都怪你们两个！要不是听了你们的话，我们江家也不会就这么倒了。都怪你！你凭什么说我？是你说的，是你说要把江念一的一切都给我的，是江念一欠我的。江念一，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不好吗？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因为你们江家唯利是图。好，你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吗？既然你们不甘心，那就去跟法官说。今日，沈氏集团与江氏集团因参与长寿丸类保健药品的研发与销售，错误的将含有……爷爷奶奶们，你们也看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后要是再碰到小隋这样的人，可千万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啊，可不能再乱吃了。也不知道老年大学里的那些人怎么样了。是啊，那么多的人都吃过长寿丸，也不知道对他们身体有没有伤害呀。还不就是这个班主任啊，为了蝇头小利，罔顾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爷爷奶奶们，你们不用担心啦，兰州已经请了医生，可以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真的？这小子以前最讨厌这些事儿，没想到现在这么有人情味儿啊！不是我啦，念一给我提意见，让兰家去给老人们诊治的。这样，你们以后再去上学的时候，就没有人讨厌你们的霸总身份啦。还要去上学啊？哎呀，老头啊，你说你们年轻的时候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啊，怎么还能被骗了呀？小兔崽子，有你这么跟爷爷说话呀？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我得赶紧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带你去看看。哎，小兔崽子，就算你老年痴呆，爷爷都不会老年痴呆。是啊，爷爷们，我就很好奇，你们都知道是骗局跟骗术，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就是啊，那个小隋演技那么浮夸，你们不会没看出来吧？或许这是爷爷奶奶心甘情愿的呢。心甘情愿？是啊，我看了蓝石后面的仓库，发现这些理疗仪保健品根本就没有作为奖励发给员工。爷爷奶奶，你早就知道这是个骗局了吧？你说的没错，的确，我早就知道小隋是个骗子。爷爷，那你早知道是骗子，你为什么还要相信他呢？哎呀，你知道呀，念一没来做全职孙女之前，你们回家过多少次啊？不光是阿周、明德、小叶，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有多久没陪爷爷奶奶说话了？所以，与其说他们是被小隋骗了，倒不如说他们是更加希望有人能够喊他们一声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这些年，我们从公司推到2线，你们的爸爸、叔伯，甚至你们这些孙子辈儿，都成长为了独当一面的人。是啊，你们走得越远，飞得越高，却总不能回头来看看我们。我们也想像老年大学那些普通人一样，享受天伦之乐，有儿孙陪伴的。是呀，你们都长大了，早就忘了我们这些老爷爷、老奶奶，现在还在家里盼着你们回来呢。爷爷，所以，当有些人能够出现，给他们定期的关怀，就算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也想留住这一刻的温存。依依丫头，我们一直想跟你说，幸好我们还有你这个孙女。是啊，依依，多亏有你啊！这不听话的孩子们几个月都没有回来过了，连电话都没有。是呀，丫头，要不是你啊，我现在和小叶还心存芥蒂，现在也不会平和的坐在一起。可是你们也给了我温暖啊，但其实我还是想说，不管我做了多少，在你们的心中肯定还是希望自己的亲儿女、亲孙子能够常回家看看呢。爷爷奶奶，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们的愿望是想要把公司越做越大，没想到。是啊，这些年我总想着上进线，再上进线，没想到你们也是需要陪伴的。老头儿，你要是孤单，你给我打电话呀。我又不是不回来，我只是想证明自己。爷爷奶奶们也是普通人，就算是再奢华的生活，也肯定抵不过家中的烟火气，还有人情味。依依丫头说的没错，我们也是普通人，也希望你们常回家看看。奶奶、爷爷，您放心，以后我每个周末都陪您。爷爷，我明白了，再多的荣耀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您放心，我会推掉今年晚会所有的邀请，陪您过个团圆年。好。啊，我就不一样了，我要把依依姐追到手。臭小子，
念一是我先认识的，没大没小。我跟依依才有共同话题呢。依依，你选谁？我才不要当你的女朋友呢，我要当奶奶的掌心宝。哎呀，还是全职孙女好啊！